公7世纪末的洛阳，秋风里带着洗不净的血腥味儿。在那个罗织大狱的嗜血时代，大员们每日上朝都如同赴死，沉水箱里透着诀别的死寂。真实的狄仁杰就踩着这样的血泊走上大殿。他没有大杀四方的武器，唯一的底牌只有几张奏折与一件藏着血书的破棉衣。漏客杀尽，残火忽明，请调整一个舒适的姿势。若您愿意，点个订阅，并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吉言吧。现在关掉喧嚣，让我们坠入1300年前的朝堂梦境。故事的开端没有朝堂的诡谲，只有并州太原一场突如其来的血光之灾。那是贞观年间的旧事，大唐皇室的龙兴之地，连风里都带着太行山的冷硬。狄家宽阔的府邸里，突然被一阵瓷器碎裂的闷响和沉重的倒地声撕裂。史官在竹简上吝啬笔墨，不肯写明那是飞贼的刺杀还是家奴的血拼，只留下一地狼藉。猩红的血水顺着青砖的缝隙缓慢爬行，浸透了台阶上的枯叶。并州衙门的差役们带着浑身的汗臭和铁齿的碰撞声，粗暴地撞开了狄家的大门。带队的法曹名叫李元，一个习惯了用恐吓与鞭笞建立威严的俗吏。院子里瞬间炸开了锅，受惊的侍女将脸埋在袖子里，发出压抑的啜泣。受害者的家属跪在血泊边呼天抢地，沉重的皮靴踩在散落的珠花上，呵斥声、惨叫声混杂在一起，这种混乱就像一块巨石猛地砸进深潭，翻涌的泥沙让所有人都失去了分寸。但在这一片令人窒息的喧闹漩涡中，却有一处安静的令人发指的死角。那是一间散发着陈年墨香的书房，门外的鬼哭狼嚎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冰墙死死挡住。一个几岁大的孩童端坐在黄花梨木的案几前，手里捧着一卷微微泛黄的竹纸。他的背脊挺得笔直，呼吸均匀的如同在深山古寺中入定。差役搜查时撞翻了外廊的铜盆，巨大的声响震得窗棂簌簌掉灰，但这孩子的眼皮连一丝颤动都没有。李元的怒火在看到这个孩童时瞬间被点燃了。在他眼里，这种无视是上位者对底层权力的傲慢，是毫不掩饰的蔑视。他大步跨入书房，带着一身血腥气和怒意，手指几乎要戳到孩童的鼻尖。他扯着嗓子咆哮，质问这个不知好歹的小童为何连头都不抬，是不是被外面的死人吓破了胆。唾沫星子飞溅在案几上，带起一阵腐朽的阴风。孩童终于将目光从字里行间拔了出来，慢慢放下了手中的书卷。他的瞳孔里没有同龄人的惊惶，也没有对官差的敬畏，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他盯着李元那张涨红的脸，声音稚嫩，却透着一股跨越100年的苍凉。他缓缓说道：黄卷之中圣贤备在，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聊完，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世俗凡吏。这句话在后来的旧唐书里被凝练成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接，对何暇偶俗吏。世人只当这是年少轻狂的傲骨，却不知这正是狄仁杰一生宿命的底色。在他的眼中，跨越千年的圣贤天道是永恒高悬的日月，而眼前死人的血泊、官差的咆哮，不过是历史长河里转瞬即逝的浮尘。他闭上耳朵，将世俗的京剧彻底隔绝，把所有的心智都留给了内心的秩序。这种冷血的屏蔽力，在治世或许会被视作孤高，但在即将到来的杀戮乱世，却成了他唯一能保全性命的肩甲。带着这份深不可测的定力，狄仁杰走过了明经科的考场，将自己塞进了大唐庞大而至重的官僚机器。时间转轮碾压到了仪凤元年，年轻的狄仁杰
被一纸诏书按在了大理寺城的座椅上。大理寺，大唐帝国的最高法度之地，听起来威严色，门前立着巨大的石船，但只有真正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才会闻到这里常年散发不出去的霉味和绝望。大唐盛世的繁华之下，掩藏着无数腐烂的伤口，杀人越货，强占田产，贪墨粮饷，四海之内的罪业如同黑色的泥水，顺着驿道全流进了这几间逼仄的库房。前任官员们深谙为官之道，遇到棘手的案子便往角落里一扔，生怕断错了案子，惹得龙颜震怒。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上落满了厚达寸许的灰尘。狄仁杰上任的那天，没有穿着崭新的官服去上官那里逢迎，也没有在同僚面前摆出雷厉风行的做派，他只是默默推开了大理寺宫人的门，挥袖拂去案台上的积灰，点亮了一盏孤灯。接下来的360多个日夜，他将自己活成了一台没有痛觉的铡刀。大理寺的烛火常常从日暮燃烧到破晓，蜡泪堆积在铜台上，像一座化不开的雪山。在这一年里，他断了17800人的生死。17800人，这不是卷宗上冰冷的墨迹，这是大唐律法机器里被嚼碎的血肉。平均每天有近50个灵魂要在他的朱笔下走一遭鬼门关。长安城的打更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巡夜的金吾卫走过空荡的长街。大理寺的院落里，只有狄仁杰窗前的那点光晕不曾熄灭。他盯着发黄的纸张，半个时辰都不曾眨一下眼睛。他快速拆解着那些被谎言包裹的案情，在脑海中与唐律书议的条文相互咬合。朱笔悬在半空，只需一次停顿，便决定了一个家族的荣辱存亡。笔尖摩擦粗糙纸面的沙沙声，是这间充斥着死亡气息的屋子里唯一的声响。夏夜的蝉鸣在庭院里叫得凄厉，冬日的落雪将瓦片压得吱嘎作响。但狄仁杰仿佛又回到了太原那个血腥的午后，外界的寒暑交替，朝堂的尔虞我诈再一次被他隔绝在皮囊之外。他是在用燃烧自己阳寿的方式去填补这个帝国千疮百孔的法度。同僚们躲在暗处窃窃私语，猜测这位新官是不是想用这害人的政绩去讨好高宗皇帝。官场中人只懂得算计升迁的台阶，却看不懂狄仁杰心中那近乎残酷的慈悲。在那个没有保释之说的年代，监牢就是一口吞噬活人的活棺材。阴暗潮湿的地牢里，老鼠啃食着犯人脚趾上的烂肉，伤寒和疫病顺着铁栅栏蔓延。一个本无死罪的农夫，若在牢里多熬过一个寒冬，家中的妻儿便要饿死在风雪里。那堆积如山的案卷根本不是繁冗的公文，而是每天都在杀人的屠刀。狄仁杰眼皮底下的每一道黑眼圈都是在跟地府的牛头马面抢时间。他拼了命地在竹简间翻找线索，想让无辜者赶在春耕前闻到外面的泥土香，想让真凶早一日套上绞索。他看过一个农夫因为偷盗官衙粟米被众家锁喉的卷宗，按律当流放3000里，但他在那歪歪扭扭的口供边缘看到了关中大旱，家中80老母饿得吐酸水的血泪。他的朱笔在那张纸上悬了很久，最终没有重重落下。他在大唐律令的极限边缘找到了最轻的刑罚。他在判词里没有讲高深莫测的教化，只是用白描的笔触写明了法度不可废，但也写明了朝廷看到了那份绝望中的孝心。那些被他判了刑的犯人拿到判决时没有喊冤，只有重重磕头砸在青砖上的闷响。一年断案17800人，卷宗归档之后，史书上只留下冷冰冰却又重如泰山的5个字：无冤诉者。长安城的百姓在市井间奔走相告，只要案子落到狄嗣成的手里，
就如同阎罗殿前过了明镜高悬。他用一种折磨自己的勤勉，在这黑暗的大唐司法系统里硬生生撑起了一把没有破洞的伞。但这只是他在黑白分明的律法世界里的一场独角戏。当大理寺的灰尘被扫净之后，等待他的是一头真正能够撕裂天下苍生的巨兽。这头巨兽不讲法度，不讲常理，只讲天子的喜怒。时间向后推移，镜头缓缓拉向陕西礼泉县的九飞山，那是一片常人无法涉足的皇家禁地。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的昭陵便坐落于此。漫山遍野的苍翠柏树，像是几万名披甲执锐的玄甲军，沉默地护卫着天可汗的陵寝。风穿过柏树的枝叶，发出阵阵如同战马嘶鸣般的呼啸。在这片象征着李唐帝国绝对权威的黄土上，每一寸草木都沾染着神圣不可侵犯的龙气。然而一声粗暴的斧金声劈碎了这片死寂。右威卫大将军全善才，一个只懂在死人堆里砍杀的武夫，在巡视陵寝时犯下了一个诛灭九族的错。也许是为了取木材修缮营帐，也许只是单纯的鲁莽。他的斧头重重砍在了一棵守陵的柏树上，木屑飞溅，参天的柏树轰然倒塌，砸出漫天黄土。在那个以孝治天下的朝代，砍伐先帝坟头的柏树，无异于在当朝天子的脸上狠狠扇了一记耳光。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入长安城的大明宫。高宗李治瘫坐在龙椅上，只觉得脑中一阵晕眩。李治一生夹在天策上将的父亲和野心勃勃的妻子之间，性格深处藏着病态的敏感与脆弱。那棵树在他的眼中就是太宗皇帝的须发，是大唐皇室仅存的颜面。李治的情绪瞬间失控，他没有传召三法司，也没有翻阅任何律令，只是红着眼眶，咬着牙缝挤出几个字：大不敬斩。天子一怒，血流飘杵。殿外的禁务卫立刻按刀领命去捉拿那个已经吓得肝胆俱裂的武夫。大殿内的文武百官纷纷低下了头，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宽大的紫袍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膝盖在微微发抖。在这个以天子喜怒为绝对纲常的朝堂上，没有人会为了一个砍树的莽夫去触皇帝的逆鳞。就在满朝文武的死寂中，一个穿着青色官服的身影缓步迈出了朝班。陛下，此人罪不至死。狄仁杰的声音不大，却震得大殿顶上的灰尘簌簌掉落。他站在金砖铺就的大殿中央，身形孤直的像是一截枯木。李治猛地抬起头，双眼布满血丝，死死盯着这个不知死活的大理寺丞。他颤抖的手指着殿外，声音因为愤怒而劈裂：善才砍了先帝陵寝的柏树，这就是陷朕于不孝。他今日不死，朕100年之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先帝？这已经不再是法度的讨论，而是天子拿个人的孝道在进行皇权的施压。面对一头被踩了尾巴的怒龙，狄仁杰的面容依然没有丝毫波澜。他从宽大的袖口中抽出一本被翻得卷边的唐律，眼皮微垂，语气平稳的如同一口古井。他念道：依大唐律令，毁坏皇陵树木者罪止免职流放，法条之中未有死罪一说。李治猛地站起身，龙袍的下摆剧烈晃动。他不愿再听这枯燥的条文，拂袖便要退朝。就在太监准备高唱退朝的瞬间，狄仁杰做出了一个让全场官员心脏骤停的举动。他猛地向前跨出几步，身体微倾，硬生生挡住了李治退朝的去路。天威难测的压迫感犹如石质般倾压下来。他抬高了音量，一字一顿地说道：陛下，法度是悬在天下苍生头顶的定盘星。陛下今日龙颜大怒，便可随意加重刑罚，明日若心情愉悦，
便可随口赦免。若法度全凭陛下一人喜怒，这天下人还能信谁？李治的脚步硬生生钉在了原地。他转过身，胸膛剧烈起伏，眼神中的杀意仿佛能把狄仁杰凌迟。你的意思是，朕贵为天子，连杀一个惊扰先帝亡灵的逆贼的权利都没有吗？大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生铁。狄仁杰知道，此刻再拿条文去撞击皇帝的情绪，无异于遍夫汉术。他深吸了一口混杂着龙涎香的闷气，抛出了一个足以让帝王清醒的宿命悖论：陛下今日杀权善财，是因为陛下至孝，臣等皆知。但陛下可曾想过，今日他砍了一棵柏树，您就要砍他的头？万一明日有更为癫狂的贼子，不仅砍了树，还挖了昭陵的一捧黄土，甚至撬开了陵寝的青砖，真到了那时候，陛下该如何判罚？难道要将他们挫骨扬灰，诛灭九族吗？若是连九族都诛尽了，后世的史官在竹简上该如何记载今日之事？狄仁杰步步紧逼，根本不给李治喘息的机会。他抬起头，目光如同刀锋般直刺天子的眼眸。7年汉文帝时，有人盗取了高祖庙里的玉环，文帝大怒，要诛灭其族。廷尉张世之拦住文帝问：偷了玉环便要灭族，若有人挖了长陵的泥土，又该加何罪？汉文帝听罢，自知理亏。如今陛下因为一棵树就要杀一员大将，千秋万代之后，后人翻开起居注，只会说大唐的天子把一棵树看得比人命还要重。陛下，您这是在陷先帝于不义呀！大殿里静得能听见铜漏里水滴落下的声响。前排的几位老臣额头上的冷汗顺着皱纹流进了眼睛里，却连抬袖去擦的勇气都没有。所有人都在等天子的雷霆之怒彻底爆发，将这个狂妄的四城拖出去乱棍打死。李治死死盯着狄仁杰，脸色从涨红渐渐转为铁青，又在漫长的对峙中慢慢褪去了血色。这位皇帝的眼角抽搐了几下，最终化作了一声颓然的长叹。李治的肩膀垮了下来，像是一个被抽干了力气的老人。他跌坐在龙椅上，声音透着无尽的疲惫。既然你如此说，那便一律免其死罪，流放吧。危机解除了，狄仁杰的后背也早已被冷汗浸透。他拼死保下全善财，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袍泽之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皇权的口子一旦撕开，今天能因为一棵树杀人，明天就能因为官员多看了一眼龙椅而株连九族。他是在用自己的命给这头叫做皇权的野兽套上最后一道律法的锁链。然而李治终究还是个愿意讲理的君王。大唐的国运在时间的沙漏中缓缓流逝。当李治的身体在深宫的药味中渐渐腐朽，那道垂满珠翠的帷幕背后，一个名叫武媚娘的女人正在慢慢站直身子。她不需要儒家的牌坊，也不受祖宗家法的束缚。如果说李治的怒火还可以用历史的典故去浇灭，那么武则天的执念就是一场能够烧光世间所有规则的业火。岁月更迭，年号变成了长寿元年。这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名字，因为对于大唐的旧臣来说，这是一个随时会被腰斩的倒计时。武则天为了彻底清洗李唐的死忠，打开了地狱的铁门，放出了一群被后世称为酷吏的恶犬。来俊臣这个将诬陷与折磨升华为一门手艺的魔鬼，带着他的罗织经站到了权力的中央。在这本书里，不需要证据，不需要逻辑，只要进了推事院的大门，活人的骨头都会被寸寸碾碎。那一年，狄仁杰已经官拜宰相，紫色的官服穿在身上，却挡不住深夜的刺骨寒意。没有激烈的拒捕，没有大雪中的悲歌，仅仅是一封毫无由来的告密信。几个面无表情的差役
便将这位大唐的宰相关进了弥漫着屎尿与腐肉气息的诏狱。当厚重的铁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狄仁杰看到了刑房里烧得通红的烙铁，听到了隔壁牢房里用铁刷子梳洗皮肉的惨叫。审讯官坐在高高的案几后，手里把玩着沾满干涸血迹的刑具。在他们看来，这些饱读诗书的宰相们最是愚蠢，要么指天骂地不肯认罪，最后被打成一滩烂泥，要么痛哭流涕磕头求饶，受尽屈辱后再被画押。他们甚至已经挑好了用来对付狄仁杰的刑具。审讯官猛地一拍惊堂木，阴冷的目光扫下来，厉声喝问：你身为唐史旧臣，如今大周革命，你可是心怀怨恨，图谋造反？审讯室里的空气阴冷的仿佛结了冰，火盆里的木炭发出波啪的爆裂声。狄仁杰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他微微扬起满是灰尘的脸，眼神平静得如同死水。他看着审讯官，语气没有一丝起伏，仿佛在诉说别人的生死。大周革命，万物维新，我等唐氏旧臣甘从诛戮。对，我确实谋反了。全场死寂，连手里拿着夹棍的狱卒都僵在了原地，没有惨叫，没有用刑，甚至连逼供的狠话都没来得及说全。大唐的宰相就这样认下了诛九族的死罪。狄仁杰低垂着眼眸，借着昏暗的烛火，看着地上几只爬过的潮虫。在那个瞬间，他将自己的清明、骄傲，连同那高高在上的尊严，全部踩进了诏狱的烂泥里。他被粗暴地推回了阴暗的死牢，蜷缩在冰冷的干草堆上。牢房的铁锁落下了沉重的声响，深夜的寒风顺着气窗灌进他的骨头缝里。他缓缓解开那件又脏又破的旧棉衣，摸索着内衬的缝线。黑暗中，一双在官场里浸淫了数十年的眼睛死死盯着墙上斑驳的血印。漏水的滴答声在死牢里回荡，他没有闭眼。更漏里的细沙在黑暗中无声流淌，季节的更迭在死牢的阴暗角落里显得迟钝却粘稠。春末的暖风越过高高的宫墙，变成了一股令人作呕的闷热，顺着铁栅栏的缝隙爬进囚室。狄仁杰干枯的手指从粗糙的墙壁上收回，指甲缝里塞满了陈年的污垢与暗红色的血痂。他靠在散发着霉味的干草堆上，听着隔壁牢房里越来越微弱的呻吟。在这座吞噬了无数大唐公卿的推事院诏狱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精密计算的刑罚。巡夜狱卒的脚步声在长廊尽头渐渐远去，火把的微光在潮湿的青砖上拉出一道摇晃的暗影。狄仁杰缓慢地低下头，死死盯住身上那件破旧不堪的棉衣。狱中的虱子在肮脏的领口处结成了灰白色的硬块，汗酸味与腐肉的气息纠缠在一起。他将枯瘦的手指探入棉衣的夹缝，摸索着那些粗糙的缝线，没有丝毫犹豫。他用力扯开了一道口子，发出细微却刺耳的薄裂声。在这座连苍蝇飞出去都要被碾碎的铁笼里，他找不到一片干净的竹纸，更寻不到一滴灰墨。狄仁杰将右手的中指送入口中，苍老的牙齿对准指肚的皮肉，狠狠地咬了下去。铁锈般的血腥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散开来，顺着团裂的嘴唇滴落在灰暗的囚服上。他将那块从内衬上撕下来的白帛平铺在膝盖上，用沾满鲜血的手指在上面写下了第一笔。更漏滴水的声音依然单调地敲击着死牢，而那块白帛上的血迹正一点点地开成触目惊心的暗红。这是他唯一能向那个95之尊传递真相的筹码。他将自己被迫认下谋反大罪的始末，将这推事院里逼良为娼的罗织手段全部融入了这浸透鲜血的陈情表里。
血迹干涸后，白帛变得僵硬而发黑，带着一股浓烈的腥气。狄仁杰将这块血书仔细叠好，深深地塞进棉衣内衬最深处的破棉絮里。他用牢房地上捡来的尖锐碎竹片做针，从囚服上抽出一根粗线，将那道豁口一针一线的缝合如初。几日后，日头爬得老高，死牢里的温度闷得让人喘不过气。送饭的看守提着泔水般的牢饭走到铁栅栏前，不耐烦地用铁尺敲打着木柱。狄仁杰拖着沉重的脚镣，缓缓挪到栅栏边，脸上带着一种老态龙钟的疲惫与顺从。他指着身上那件散发着恶臭的厚棉衣，声音嘶哑地哀求。他说天气热了，这件棉衣捂在身上长满了虱子，希望能托人送回家中，让家眷拆洗，再换一件单薄的麻衣来。看守皱起眉头，捂着鼻子后退了半步，打量着这个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唐宰相。在他们眼里，进了推事院认了死罪的人，不过是秋后菜市口的一具无头尸体，根本翻不出什么浪花。看守粗鲁地夺过那件棉衣，油腻的大手在破败的棉絮上随手捏了2把，除了发硬的污垢和刺人的破烂棉花，他什么也没摸到。看守嫌恶地挥了挥手，转身将这件棉衣扔给了等在狱门外打点关系的狄家下人。没有人知道，这件散发着恶臭的破烂衣衫里藏着一颗足以掀翻大周朝堂的惊雷。棉衣穿过重重把守的坊门，送到了狄仁杰的儿子狄光嗣手中。当狄光嗣用剪刀剪开内衬，看到那团发黑的血帛时，这个世家子弟的双手抖得拿不住一盏茶杯。那是父亲用命熬出来的字迹，每一个笔画都透着诏狱里的阴寒与绝望。狄光嗣没有半点迟疑，他将血书贴肉藏在胸口，迎着神都洛阳的狂风，冒死跪在了大明宫的登闻鼓前。沉闷的鼓声惊动了宫墙上的飞鸟，也惊动了那道垂着明黄帷幔的龙椅。武则天端坐在大殿之上，看着太监用红木托盘盛上来的那块斑驳血书，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宫女们连呼吸都压得极低，生怕头上的步摇发出半点声响。这位踩着无数礼堂宗室白骨登顶的女皇，眼中闪过一丝罕见的疑惑。她看着那上面绝望而决绝的陈情，想不通一个已经在供状上画了押的死囚，为何还要冒着灭族的风险送出这声鸣冤。她不是一个容易被情绪左右的妇人，她是这部残酷政治机器的最高主宰。武则天将那块血书攥在手里，冷冷地下了一道口谕，亲自提审狄仁杰。沉重的宫门被缓缓推开，刺眼的阳光洒在金砖上。狄仁杰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囚服，拖着铁链一步步走入大殿。百官退避，大殿里空空荡荡，只有2只仙鹤造型的铜香炉在吐着长长的青烟。一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女皇，一边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的阶下囚。武则天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憔悴的老人，将那份认罪的供状扔在了他的脚下。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压迫感。你既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谋反，为何在推事院的审讯时，又要认下这大逆不道之罪？按照历代忠臣的剧本，此刻的狄仁杰应当叩头如捣蒜，声泪俱下地控诉酷吏的残暴，甚至撞死在盘龙柱上以证清白。但狄仁杰没有哭，他连膝盖都没有弯曲得太过卑微。他抬起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平静地看着高高在上的武则天。他说了一句揭穿大周朝堂所有遮羞布的实话，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闷棍砸在女皇的软肋上。如果臣当初不认下那谋反的罪名，早就被来俊臣的铁刷子剃成了白骨，今日哪里还有命站在这里看一眼陛下的天颜？
这句话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深不见底的绝望与赤裸裸的生存法则。他逼着这位女皇直视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逼良为娼的恐怖时代。大殿里的更漏滴下了沉重的一滴水，时间在君臣二人的对视中停滞了。武则天沉默了许久，他透过狄仁杰那张满是污垢与血痕的脸，看到了大周政治地基下正在疯狂蔓延的裂缝。那些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酷吏，已经变成了一群失控的疯狗，正在咬断这个帝国最后的栋梁。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是一种混合着疲惫与清醒的叹息。最终，他没有降下屠刀，而是将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远远地打发出了神都的权力漩涡。对于许多读着圣贤书长大的士大夫而言，被冠上谋反的罪名苟活于世，比在刑场上挨上一刀还要痛苦。在传统的史书叙事里，英雄就该像文天祥那样留下丹心照汗青的绝唱。死亡是一场高贵的加冕，用一腔热血溅在暴君的朝服上，便能换来千古流芳的清明。但在那个荒谬绝伦、黑白颠倒的大周朝，死恰恰是最轻松的逃避。只要梗着脖子骂上两句乱臣贼子，来俊臣的酷刑很快就能让人解脱。难的是活下来，为了保住这条命，你要向那些大字不识的泼皮无赖低头，你要在散发着恶臭的牢狱里像狗一样爬行，你要亲手将自己的清明和骄傲揉碎了，合着带血的牙齿咽进肚子里。这需要一种何等深沉的定力，何等恐怖的心理承受力。狄仁杰选择了一种最为屈辱的苟且，但在这份苟且的深处，却藏着这世间最高贵的坚韧。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只有保住这具残躯，只有留着这口气，才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把这颠倒的乾坤再翻转过来。时间的长河冲刷走赵玉的血腥，历史的车轮隆隆碾向公元696年，契丹的铁骑撕开了大周北方的防线，滚滚烟尘遮蔽了边关的烈日。武则天在神都的宫殿里接连杀了几批败退的将军，大殿的地砖上每天都拖拽出新鲜的血迹。但杀戮换不来退敌的捷报，边关的急地像催命的符咒一样接连送到他的案头。在那个深夜，女皇看着满朝文武战战兢兢的脸，脑海中浮现出的竟然是当年那个穿着破棉衣在殿中向她坦白的老人。一道盖着玉玺的金牌从洛阳飞驰而出，将还在偏远小县城里默默断案的狄仁杰重新拽回了权力的巅峰。酷吏的铁腕可以帮武则天清洗朝堂上的异己，但当外族的长刀砍向大周的国门时，能帮他稳住这万里江山的只有狄仁杰。狄仁杰以魏州刺史的身份奔赴抗击契丹的前线，没有浩浩荡荡的仪仗，没有金戈铁马的誓师，他带着一身风尘走进了那座已经被恐慌淹没的孤城。城中的守将早已吓得六神无主，下令将所有的百姓驱赶进城，准备用血肉之躯死守城墙。城内的粮草眼看就要见底，百姓的哭嚎声震天动地。狄仁杰登上城楼，看了一眼远处扬起的沙尘，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将领倒吸一口凉气的决定。他没有下令加固防御，反而让人拔掉城门的门栓，将厚重的城门大开。他让那些为了躲避战火而挤在城里的百姓各回各村，该下地翻土的翻土，该生火做饭的做饭。副将跪在城门前，死死抱住狄仁杰的大腿，颤抖着问：若是契丹人的马刀砍进来，该如何是好？狄仁杰站在风口，连佩剑都没有拔，只是望着远方的荒野，冷冷地说了一句：契丹人离这里还有百里之遥，我们自己倒先把百姓困死在这城里了，这仗还打个什么名堂？百姓若失了生路，城池便成了一座死坟。这番近乎赌徒般的空城计，
却暗合了兵法中最高深的攻心之术。契丹的主将听闻魏州城门大开，坐镇的是大唐神探狄仁杰，竟以为城中有1000万伏兵，连夜拔营退去，捷报传回洛阳。大明宫里的武则天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紧锁了几个月的眉头终于舒展。公元697年，狄仁杰再次拜相，这一次武则天给了他大周朝绝无仅有的尊荣。大殿之上，群臣肃立，女皇没有用冷冰冰的官名称呼他，而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唤他一声国老。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金字塔间，武则天是那个孤家寡人的神明，而狄仁杰是唯一一个被他允许以上宾之礼相待的凡人。史官在起居注上留下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细节：上朝之时，狄仁杰因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正欲屈膝行礼，武则天立刻在珠帘后抬起手，下达了一道让满朝文武嫉妒的发狂的恩旨：国老免贵。女皇给出的理由充满了一种普通老妇人般的温情。她说，每次看到国老这把年纪还要弯腰叩首，朕的这把老骨头似乎也会跟着隐隐作痛。这不再是冷酷的君臣之礼，而像是2位走过无数腥风血雨的老人，在岁月的尽头相互搀扶。但若以为这仅仅是一出君臣相知的温情戏码，那便彻底看清了封建政治那吃人的底色。在这层看似柔软的温情之下，一场关乎大周帝国最终走向的生死博弈正在不动声色地拉开帷幕。这场博弈没有刀光剑影，但它的残酷程度远胜于千军万马的厮杀。武则天虽然依旧握着生杀大权，但她的头发已经全白，脸上的脂粉再也掩盖不住纵横的皱纹。她必须在这个时候决定这庞大帝国的继承者。朝堂上的空气因为立储之事变得粘稠而压抑。摆在武则天面前的只有2条泾渭分明的死路，一条路是将皇位传给娘家侄子武三思，这代表着武周政权的法统可以顺理成章地延续下去。武三思每日像个乖巧的晚辈跪在姑母的膝前请安，发着各种恶毒的毒誓，保证将来一定会把姑母的牌位供奉在最辉煌的太庙里。另一条路是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被废黜流放的唐中宗李显，这代表着李唐王朝的血脉将重新复苏。一旦李显登基，大周的国号必将被废除。武则天用一生鲜血和阴谋打下的政治江山，将在这场复辟中化为泡影。大殿里的老臣们大多选择了装聋作哑，谁也不愿在这个足以诛灭九族的问题上多说一个字。所有人都顺着女皇的心意，将风向导向了武三思。只有狄仁杰像一块沉默的巨石，蛰伏在暗处等待着一击必杀的时机。他知道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拔剑。他不能和一位掌控天下的75岁女皇去谈论儒家的正统，那是在挑衅他夺权篡位的政治合法性，只会换来身首异处的下场。他必须寻找一根毒针，一根能刺穿他帝王铠甲，直达他灵魂深处最恐惧之地的毒针。这根毒针叫做香火，叫做死后的鬼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心理暗战。2个黄土埋到脖子的老人，在香烟缭绕的深宫里决定了历史的流向。那是一个寻常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打在金砖上，泛着慵懒的微光。武则天靠在软榻上，脸上的神色有些萎靡。她看着立在一旁的狄仁杰，像是随口提起一般，说起自己昨夜的一个噩梦。他说，朕最近总是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羽毛华丽，但2只翅膀却齐根折断了，无论怎么扑腾都飞不起来。国老，你来替朕解解，这是何等凶兆？
大殿里安静的能听到铜鹤嘴里滴下的香灰声。狄仁杰微微低垂着头，并没有像司天监的术士那样故弄玄虚的掐算。他往前迈了半步，语调平缓的不带一丝波澜，却字字诛心。陛下鹦鹉的鹉字，正是陛下您的姓氏。那两只被折断的翅膀，便是您的两个亲生儿子庐陵王李显和项王李旦。如今陛下的两个儿子都流落荒野，如同断掉的双翼，这只鹦鹉又怎能飞得上9天？武则天捏着佛珠的手指猛地停滞了，沉重的紫檀木珠磕碰出清脆的响声。他听懂了这层暗示，但政治家的理智还在死死抗拒。他看着自己用半生杀戮建立的大周朝，怎甘心将它重新拱手还给李家人？就在他权衡的这一刻，狄仁杰抬起了头，眼底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他抛出了那个准备已久的逻辑核弹：陛下，臣斗胆问一句，在陛下的心里，究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亲生儿子更亲，还是娘家兄弟生下的侄子更亲？武则天的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这不是朝堂上的奏对，这是直指人伦本能的逼问。他冷冷地答道：自然是儿子更亲。狄仁杰深深地弯下腰，衣袖垂落在冰冷的金砖上，说出了那段足以震碎大周国本的话：既然如此，陛下若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千秋万代之后，您作为大唐的太后，将被理所应当的供奉在太庙正中，岁岁年年享受子孙后代的香火祭拜，配食太宗皇帝。他停顿了片刻，这片刻的死寂如同千军万马压境。他再次开口，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武则天的心口上。但若是陛下立了侄子为储君，恕老臣翻遍了历朝历代的史书，从未听闻过有哪个当了皇帝的侄子会把嫁出去的姑母请进自家的太庙，让她占据正堂享受皇家香火的这一刀没有流血，却精准地切断了武则天所有的政治防御。狄仁杰看透了这个女人的宿命，哪怕她颠覆了整个男权社会，哪怕她自诩为弥勒降世，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逃不出中国封建宗法制这头巨兽的阴影。侄子再怎么逢迎谄媚，当了皇帝也只会去祭祀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祖父，把姑姑摆在太庙的正中央，这在宗法上是绝对无法逾越的死局。他可以不顾及天下人的唾骂，但他无法忍受自己死后成为一个吃不到一口冷饭的孤魂野鬼。那层坚硬如铁的神性外壳，在这几句平时的人伦常理面前，如同蛛网般片片碎裂，露出来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畏惧死亡、极度渴望亲情与被后世铭记的孤独老妇。武则天长久地凝视着下面那个同样老态龙钟的臣子，他眼中的杀气、防备、雄心，在这漫长的对视中慢慢灰飞烟灭，最终化作了一种深深的疲惫与妥协。大殿内死寂无声，连太监的呼吸都停滞了。你说的对。他轻轻吐出这4个字，仿佛耗尽了半生的力气。就在这句叹息落地的几个月后，一支秘密的车队驶出了神都，将流放在外吃尽苦头，每日提心吊胆的庐陵王李显接回了洛阳。当李显那张唯唯诺诺、带着风霜的脸再次出现在朝堂的灯影下时，所有的大臣都明白，大周的天变了。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那个连台阶都快要迈不上去的狄仁杰。但他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他太了解李显的软弱，也太了解武家残存势力的恐怖。把太子接回来仅仅是布局的第一步，他必须在自己油尽灯枯之前，为大唐的复辟留下一支足以一剑封侯的伏兵。他开始利用宰相的权力，疯狂地向武则天举荐门生。那份名单上写满了姚崇、宋孔这些将在未来缔造开元盛世的名字。
但在这其中藏着一个极不显眼，甚至让人觉得荒谬的名字——张柬之。那时的张柬之已经是个年近80、行将就木的地方小官，连上朝都要人搀扶。武则天看着这份奏折，眉头微皱，甚至带着几分嫌弃。他看着狄仁杰问：“此人这般老迈，还能为朝廷做些什么？”狄仁杰却没有半点退缩，他的目光如同一口深潭，字字铿锵地回禀：“陛下若只是想要能写文章的词臣，大周满地都是；但若陛下要找一个能在危难之际托付家国天下的宰相之才，唯有张柬之。”武则天出于对这位老臣毫无保留的信任，大笔一挥，将这个80岁的老朽提拔到了中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走路都在摇晃的老头，正是狄仁杰亲手推入大周朝堂的特洛伊木马。狄仁杰看中的根本不是张柬之处理政务的能力，而是他身上那种历经一甲子风霜打磨出来的隐忍与决绝。这是一把藏在朽木剑鞘里的绝世刺客之剑，平时绝不露锋芒，哪怕受尽屈辱也毫无怨言，只等到了那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拔出剑来，便能要了这大周朝的命。伏兵已然埋好，狄仁杰的命数也走到了尽头。公元700年，大周9世元年，狄仁杰在神都洛阳的私邸里闭上了眼睛。香炉里的沉香燃尽了最后一丝青烟，这位在刀尖上跳了一辈子舞的老人，终究没能熬过那个寒冬。享年71岁，抱丧的快马冲进大明宫。当太监跪在殿前念出那道死讯时，那位铁石心肠、杀人如麻的女皇，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不顾仪态地失声痛哭。她下令废朝3日。紫袍的老臣们跪在殿外，只听到大殿深处传来女皇绝望的呢喃：“朝堂空也，朝堂空也。”这哭声里有着帝王失去辅弼的痛惜，更有着一个孤独老妇人失去世间唯一知音的悲凉。狄仁杰是这满朝文武中唯一一面能照见他灵魂深处的明镜。但武则天不知道，狄仁杰虽然化作了黄土，但他那双冰冷的旗手依然在这个帝国的棋盘上操控着最后的杀局。5年后的公元7非5年，迎仙宫长生殿，82岁的武则天病入膏肓，躺在龙榻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周朝的权力真空引来了无数恶狼的窥视，而就在那个寂静的深夜，把守玄武门的御林军突然倒戈，刀甲碰撞的肃杀之声击碎了皇宫的宁静。率领着甲士冲破长生殿大门的，正是当年狄仁杰拼死举荐的那位80岁老朽宰相张柬之。张柬之的白发在火把的映照下如同飞雪，他没有下跪，只是冷冷地握着剑柄，逼迫榻上的女皇退位，将大唐的江山重新交还给李显。这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神龙政变。当武则天浑浊的目光越过张柬之的肩膀，看向大殿外漆黑的夜空时，他的脑海中或许会闪过5年前狄仁杰那张坚定的脸。在那一刻，所有的愤怒与不甘或许都会化作一种宿命般的释然。原来那个老头子早就把一切都算死了。狄仁杰用他的一生，在这个疯狂嗜血的时代里，画下了一个最为隐忍的圆。他没有像那些腐儒一样，用脖子去撞断御史台的柱子以博取清明，他也没有像来俊臣那样，为了权力和欲望把灵魂出卖给恶鬼。他用最柔软的姿态趴在权力的脚下，却用最清醒的头脑保全了无数不该死的人命。他像是在悬崖上走钢丝，身下是万丈深渊，手里却依然紧紧攥着法度和良知的平衡杆。回顾这卷沾满血污的历史长轴，我们的文化里总是太习惯去歌颂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我们崇拜刑场上大骂乱臣贼子的硬汉，崇拜那些慷慨赴死的刺客，
那样的英雄主义像烈火一样滚烫，像青铜一样生猛。但狄仁杰在历史的阴影里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令人震颤的境界。水老子曾言：上善若水，水是世间最卑微的物实，它可以顺着最肮脏的沟渠流淌，可以被装进任何扭曲的容器，但水也是这世间最坚韧的利刃。滴水可以穿透磐石，暗流可以冲垮100丈高的堤坝。狄仁杰就是那股在大周酷吏政治的岩石缝隙中艰难流淌的水，他侍奉着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篡位女皇，忍受着士大夫的暗地指责。他在牢狱中为了活命写下认罪的血书，却用这条换来的老命在大理寺的死牢里救下了17800人。他表面上对着武家的权势低头，暗地里却埋下了张柬之这颗颠覆大周的火种。世人骂他圆滑，笑他世故，但真正的慈悲从来不是为了成全自己的一世英名而痛快地去死，真正的慈悲是为了给这天下苍生留下一条生路，而甘愿背负千古骂名，忍受无尽的委屈。如果当年狄仁杰在诏狱里像个愣头青一样被打成一滩烂泥，史书的忠义传里或许会多出2行冰冷的记载，但大唐的法度就真的死了，那些在酷吏刀下哀嚎的百姓也就彻底断了活路，更漏渐缓，长夜已深。此刻闭眼听故事的你，或许正受困于复杂的职场与人际，又或正为生活里的某次低头而暗自内疚，觉得自己不够硬气。在这寂静深夜，请在脑海中描摹那位老人的身影，他用一生血泪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坚持都要头破血流，真正的刚直有时可以像水一样柔软，你可以弯腰绕道，可以咽下委屈，只要内心的孤灯不灭，只要认清自己最终要流向哪片大海，在岁月中忍受误解，积蓄暗流，最终把事情做成，这才是成年人世界里最顶级的英雄主义。香灰已冷，长夜将近，愿你明日推门面对喧嚣时，有清醒的底气，也有如水的柔软。现在关掉世界的杂音，让这个温暖的灵魂陪你入梦。晚安。